離婚3年後，前夫顧月林抱着玫瑰花來找我，他笑得自信。老婆，我没食言，準時來找你復婚了。3年前，他跟朋友玩真心话大冒險，輸給了青梅。他青梅提出，我想看看你跟嫂子是不是真愛，所以你們離婚3年不許見。如果3年後他跟你復婚，我就承認你們是真愛。他跟青梅一向沒邊界，明裡暗裡曖昧。因為這個事，我們沒少吵架。當時我以為他會不同意，沒想到他爽快答應。行，願賭服輸。朋友勸他，三思啊，離婚是大事。他篤定看向我，我相信我們的感情，我老婆這輩子只認定我，她一定會跟我復婚。我沒吭聲，他不知道，那是我給他最後一次機會。思緒拉回，他把花往我懷裡放，我沒接，後退一步，平靜道：我老公不讓我收別的男人的花。顧月婷嘴邊揚起一抹自信的輕笑。生氣了？好啦好啦，我不是來了嗎？乖，別生氣了。他語氣寵溺，誤以為我是故意說氣話，像以前那樣走過來摟我，我又後退了一步，臉上多了幾分嚴肅。顧總請自重。他的手僵在半空中，溫柔的目光始終盯在我臉上。這次生大氣了，你說怎麼樣可以解氣，我都滿足你。他還是自信的以為像以前那樣甜言蜜語幾句就能哄好我。說話間，他又往我面前走近一步，他每靠近一步，我就後退一步。他看我的眼神越發充滿了征服的慾望。顧月林，3年了，足以改變很多事。確實。我退到牆根，無路可退，背靠牆面，他雙手撐在我耳邊，又玩起了壁咚這套。以前談戀愛的時候，他就喜歡把我壁咚在牆角，在月光下深吻。給我生的是兒子還是女兒？說話間，他一隻手放在我臉上，溫柔摩挲。想起那個孩子，我的心臟還是狠狠地痛了。3年前，他明知我懷孕，在輸了大冒險後，在青梅的要求下，還是跟我離婚了，並且3年不見，一個信息和電話都沒有。現在他卻自以為是，認為我會給他生孩子，老老實實等他來找我復婚。我唇邊揚起譏諷的笑意，那句孩子打掉的話還沒說出口，顧月玲的電話響了。他掏出手機，屏幕上亮起備註：小祖宗。這是他給周允申的備註。我也看到過很多次，他寵溺摸他的頭，說他從小到大都是他的小祖宗，毫不在乎當時身為他妻子的我的感受。他還是第一時間接了電話。月玲，你快來，我大姨媽來了，肚子好痛。電話裡傳來周允柔嗲嗲的哭聲。顧月玲眼裡瞬間溢滿了擔心。你別怕，我現在就回去。掛了電話，他匆匆摸了下我頭頂，像哄一隻沒脾氣的貓。我先去看看允柔，晚點再來找你。話音剛落，他跑遠了。周允柔還是像往常那樣在朋友圈炫耀，也算是秀恩愛。照片上她滿頭虛汗，躺在顧月玲懷裡，顧月玲在輕輕給她揉小腹。她配文：從小到大，她都是最愛我的人，無論有多重要的事，亦或是多重要的人，只要我不舒服，她都會第一時間趕到我身邊，給予我關心和愛。他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。我隨手點了一個讚，不是一個讚，而是這3年中的每一天，周允柔都在朋友圈秀恩愛。3年，她發了1095條秀恩愛的朋友圈，我點了1095次讚。她每天都在花式秀恩愛，例如她不工作，顧月玲給了她副卡，隨便她花錢，她可以隨意住我跟顧月玲之前的婚房。我的東西她想用就用，想丟就丟。這3年，她和顧月玲做盡了情侶會做的事。我知道她是故意發給我看的，每一條的讚都是我的輕蔑和不在乎，但周允柔卻覺得我這是吃醋、氣瘋，故意刷存在感的表現。再次看到顧月玲，是她跟周允墨一起來我的咖啡店喝咖啡，兩人穿着同白色情侶裝。一向愛穿中規中矩西裝的顧月玲，今天穿的是潮流休閒式西裝。從前我也提出穿情侶裝，別鬧了，我不習慣。她每次都說穿慣了西裝，不想換風格。周允柔上下打量了幾眼我開的咖啡店，她驚訝不已。顧月玲不解問我給你那麼多錢，為什麼要幹這麼辛苦的活？當初離婚時，我提出要1半財產，她沒絲毫猶豫給了。我停下手裡正在做的咖啡，面無表情抬眸看她一眼。我樂意，跟你也沒關係。顧月玲沒什麼情緒變化，依然認為我在生她的氣。周允柔假惺惺跟我打招呼：林纯姐，3年不見了，還好嗎？挺好的。周允柔很意外我的平靜。顧月玲電話響了，她轉身出去接電話，就剩下我和周允柔時，她不裝了，臉上的笑容換成得意的挑釁：別欲擒故縱了，不過你也別高興得太早。她高高在上睥睨我，唇邊多了幾分輕笑。就算你這次跟月玲復婚又能如何？阿姨不喜歡你，她心裡完美的兒媳婦人選一直都是我。
月玲要跟你復婚，不過是出於責任。就連這次復婚，她都是經過我的同意才來找你，而且你得簽婚前協議。對了，這個協議也是我親自擬的。他從兜裡拿出婚前協議書放在我面前，我不屑地低眸看了一眼，上面一行：顧家所有財產都跟我沒關係，婚後不准叫顧母媽，必須喊阿姨，人前不准承認是顧太太，對外必須宣稱只是前妻。這欺人太甚的條約把我氣笑了，我把協議推回給他。既然顧母那麼喜歡你，你怎麼還沒名沒分呢？3年了，顧月玲對你還是提了褲子不認賬，太可悲了。周允柔惱羞成怒，下意識抬起手要扇我時，身後傳來顧月玲由遠及近的腳步聲。她變臉比翻書快，眼淚簌簌，委屈裡帶着一半善解人意。林纯姐，我是真的希望你能跟月玲復婚，身為她的青梅，我希望她能幸福。這個婚前協議只是走個流程，你別生氣好不好？她還是跟3年前一樣礙眼。顧月玲一看到她哭，腦子就跟漿糊一樣，沒有分辨是非黑白的能力。允柔，怎麼了？顧月玲把周允柔拉到懷裡，眼底溢滿了對她的擔心。周允柔故作委曲求全的搖摇頭，沒怎麼，是我不好，別怪林纯姐。她越這樣說，顧月玲越認為是我欺負了她。纯纯，道歉！她冷臉呵斥我，男人不容置疑的語氣，就跟命令丫鬟般。我唇邊泛起冷笑，她不悅皺眉嗔我。允柔從小跟我一起長大，就跟我妹妹一樣，是我非常重要的親人。你能不能不要每次对她敵意那麼大？就算為了我对她好些，行嗎？我還是面無表情。這樣的場面3年前看了很多次，早就看膩了。在我要下逐客令時，台面上我手機視頻電話響了，亮出備注：寶貝兒子。顧月玲看到這個備注時，眼睛煥然一亮，手快地摁了接通鍵。我快速拿起手機，2歲兒子奶萌的面孔出現在視頻裡。媽咪，我想你了。顧月玲聽到這聲媽咪，整個人亢奮了，篤定我給她生了兒子。我匆匆跟兒子說了2句話，在顧月玲奪我手機跟兒子說話時掛了電話。我要看看兒子。他樂得合不攏嘴，方才的不開心全都一掃而過，好似沒發生一樣。周允柔的臉色悄悄地暗了。不是你兒子。我冷着臉，再次嚴肅對他說：別來打擾我，你們這對變態的神經病。他沒腦，還是自以為是的哄了一句。好了，別生氣了，我真的好想你跟兒子。我瞬間明白，像他這樣自以為是的人，不親眼看到我老公，是不會相信我早就不愛他了。他突然跟我說，過幾天就是媽的生日了，你手藝不錯，準備幾道她愛吃的菜。借着這次機會，好好緩和你們之間的關係。你現在給他生了大孫子，他不會為難你了。原來他也知道，跟他婚姻3年，我被他媽欺負了3年。顧母瞧不上小門小戶出身的我，即使我是顧月裡明媒正娶的，顧母依然不許我參加顧家的任何家宴，甚至只要有他的場合，不許我上桌吃飯。我也不喜歡他，跟他的關係如履薄冰，屬於誰都不搭理誰的狀態。在這場婆媳關係中，他向來都是沉默的。我嘴邊泛起譏諷的弧度，故意問。顧月玲，我是說，假如我做了滿漢全席，你媽還是不讓我上桌呢？她遲疑了下才回：你是小輩，說2句好聽的哄哄，你知道的，我媽那個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周允柔故意提議：林纯姐，小輩求長輩不丟人，阿姨最怕被人跪在腳邊求了。她是在陰陽怪氣讓我下跪。我譏諷笑了笑，盯着顧月玲的黑眸，嚴肅鄭重道：顧月玲，3年了，早已物是人非，我結婚了，孩子也不是你的。又看向周允柔說：你不如多跪跪，說不定能進顧家的門。周允柔委屈落淚：是我不該多嘴。捂嘴往外跑。顧月玲臉色驟然難看，嗔我一句：你到底要嘴硬到什麼時候？便匆匆去追周允柔。手機震動，是老公發來的信息：老婆大人，項目完工，明天下午到家。我心裡鬆了口氣，想着顧月玲若是見到裴周川本人了，就不會再對我自以為是了。第2天，我剛到咖啡館，早教老師突然打來電話，說我兒子被一個自稱是我兒子親爸和自稱乾媽的人帶走了。我心臟頓時懸在嗓子眼，衝到顧家，就看到周允柔把我兒子放在狗窩裡跟狗和貓一起玩。我兒子從小對動物毛髮過敏，貓狗都無法靠近。當看到安靜待在一旁的貓咪時，兒子瞬間跑到了沙發上，縮在沙發角落裡，眼裡滿是抗拒與不安。周允柔卻像是什麼都沒看見一樣，輕聲安撫勸說：不怕的，陳陽。這隻貓貓3歲了，算是你的姐姐，它是乾媽最愛的貓貓，別哭這麼大聲，會驚擾到它。孩子滿心抵觸，不停往後退縮，只想遠遠躲開。貓咪始終安靜待在角落，沒有任何動靜，可孩子依舊滿心害怕，躲在沙發上。周允柔嘴上輕柔說：你嚇到貓貓了，眼裡透露威脅的光，狠狠地盯着我兒子。誰讓你碰我兒子的？
我怒不可遏衝過去，就差一点點抱到兒子時，顧月岭突然出現，從身後抱住我，把我往後挪了幾步。允柔只是好心，讓兒子多些玩伴。我眼尾紅透，怒而轉身扇他一巴掌。我兒子對貓狗的毛過敏，他的玩伴從不是動物。我轉身再次要去抱兒子，還是被顧月嶺用力攥住手腕。周允柔一臉楚楚可憐的無辜望着我。我只是覺得陳陽回歸顧家，想着讓他們先熟悉熟悉。今天是猫猫3周岁生日，他挺喜歡跟孩子玩的。說話間，他的黑貓站了起来，走到客廳陽光下曬太陽。我兒子看到黑貓起身，更害怕了，又往沙发上縮了縮。他故意補充一句：“你放心，我的貓和狗都定期打疫苗，很乾淨的。我每天都带猫猫睡呢。”看着兒子哭得快喘不上氣的臉，我心急如焚，用力掙扎。顧月林摟緊我，安撫：“男孩子不能養得太嬌氣，以後顧家是要給他繼承的，得培養他的膽量，不能讓他連貓都怕。”倏然，兒子閉眼倒下，我急瘋了，大吼：“过敏休克了！”顧月嶺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，我衝過去抱起兒子往醫院衝，顧月嶺和周允柔都跟來。兒子在搶救室救治時，醫生遞來風險同意書，請孩子的父親或是母親簽字。顧月嶺急忙应聲：“我是孩子的父親，我來簽。”他伸手接風險同意書時，身後傳來一道威嚴的聲音：“我兒子什麼時候成你兒子了？”我搶過搶救風險同意書，快速簽字，交回給醫生時，我恐慌抓住醫生的手，提心吊膽問：“醫生，我兒子怎麼樣了？”“您別擔心，按流程都是要簽字的。目前小患者還在救治中，你送來的及時，一般不會有什麼危險，等會兒就會轉到病房去了。”醫生的話像給我吃了定心丸，回過神來，我才發現兩個長身玉立的男人，目光交匯，劍拔弩張。顧月嶺不可置信，盯着裴周川的眼睛質問：“你是哪位？”我靠近裴周川一步，宣誓主權，摟他胳膊，一字一句對顧月嶺說：“他是我老公裴周川，也是我兒子的親生父親，更是我和兒子的靠山。”裴周川臉沉如墨，但面對我時眼含溫柔。“別怕，這個事我來處理。”也正是這樣的眼神，讓顧月嶺繃不住了。他伸手扯我胳膊，試圖把我拉到他那邊。“林純，你胡說什麼？陳陽明明是我兒子！”他指着裴周川的鼻梁揣測：“他是不是你找來，故意氣我的？”我抬手扇了他一巴掌，在他欲要裂開的臉上留下一道清晰的巴掌印。“顧月嶺，你最好祈禱我兒子能平安無事，不然我讓你和周允柔償命！”我心底掀起滔天的恨意，身子顫了顫，猝不及防，裴周川一腳踹在顧月嶺腹部，他吃痛手捂腹部，後退2步。“顧月嶺，我兒子但凡有一點閃失，你們整個顧家都要陪葬！”周允柔心疼扶着顧月嶺，她氣憤不解質問我：“林純姐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你不是等着跟月嶺復婚嗎？”他匪夷所思打量裴周川，裴周川右手腕戴着的是價值2000萬的百達翡麗，一身高定金貴西裝。身為豪門的顧月嶺和見慣大多奢侈品的周允柔，即使不認識裴周川，也知道他非富即貴。現在又說跟這個人結婚了，他覺得荒謬地笑了笑。誰不知道你是月嶺的舔狗啊？就因為你是最強舔狗，月嶺才娶了你。你們離婚的時候，我記得你懷孕剛1個月，陳陽現在2歲多。時間上，他就是月嶺的孩子，你搞這出到底想幹什麼？顧月嶺慍怒，挺直腰桿，聽信周允柔的分析。陳陽就是我兒子純純，我沒想到你會鬧到這個地步。他鄙夷地看了眼裴周川，不知你從哪兒找來這麼個人物，故意氣我，我都能理解，畢竟我們3年沒見。你這麼愛我，肯定忍受了常人無法忍受的孤獨、寂寞。3年期限已到，我可以跟你承諾，以後絕對不會跟你再提離婚。為了兒子，我希望你冷靜。消消氣。他視線再次看向裴周川，底氣未減。我不知道你是如何認識這位先生的，但是我得跟這位先生說清楚了。我是纯纯唯一一個男人，是他上大一勇敢追求2年才得到的男人。我們感情基礎深厚，離婚也不過是生活中的小情趣。早在3年前，我就跟他約好了，我們會復婚。純純這麼愛我，一定會跟我復婚。更何況我們之間還有兒子。我說這些，只希望這位先生別演戲演過頭了。我們夫妻倆的事，外人就不要插。他還是這般的迷之自信，只因為當初我在校園裡對他一見鍾情，那是我第一次情竇初開。勇敢的我開啟女追男那一套，起先他高冷不為所動，但我沒放棄，總是找機會出現在他面前。終於在他家瀕臨破產那年，所有人對他避之不及，只有我依然對他保持初心，甚至拿出在大學兼職賺到的錢跟他說：“我有些錢，雖然幫不了你什麼，但最起碼不會讓你餓肚子。”他被我感動到，從那天起我們就在一起了。學校所有人都說我是女生界舔狗裡的天花板，靠着厚臉皮追到了顧月嶺。大4那年，他家峰回路轉，不但沒破產，反而經濟越來越好了。也在這一年，他不顧父母反對，執意娶我為妻。
我對他也更加溫柔似水，基本什麼都聽他的。即使他跟周允柔曖昧，我也只是回家跟他吵，從沒在外抱他面子。所以在所有人眼中，我愛顧月琳，愛到骨子裡，愛到如卑微忠誠的狗。思緒拉回，我心底翻湧恨意，眼底滿是厭惡，死死盯着自以為是的顧月琳。我曾經是毫無保留愛過你，但現在我對你只有恨，沒有一點愛。3年前你跟周允柔玩遊戲輸了，那是我給你的最後一次機會。既然離了，我就不會回頭。顧月琳，你真的讓人惡心。你明明跟周允柔做盡了男盜女娼的事，卻又來找我復婚，你不覺得你很可笑嗎？更可笑的是，居然會認為我會給你這種人生孩子。裴周川摟着我的腰，以上位者的優越睥睨顧月琳。在你們離婚的第2天，纯纯跟我領了結婚證。第3天，她做了流產手術。1個半月後，她為我懷了陳陽。現在她又為我懷了一個孩子。顧月琳，你不珍惜的人，早在我這兒過上了幸福的生活。顧月琳宛若五雷轟頂，難以置信。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！她眼眶猩紅，灼灼目光緊緊盯着我要答案。你不可能轉頭嫁給別人。我提醒她，你忘記我跟你說過，有個男人追我，我答應他，只要離婚了，定會嫁給他這個事嗎？顧月琳怔住，才後知後覺想起裴周川是幾年前追過我的那個男人。當時我剛答應嫁給顧月琳，裴周川勸我三思，並拿出3億彩禮搶我，我婉拒了他。當時他問我，如果有一天你離婚了，能第一時間嫁給我嗎？那時候天真的我覺得這輩子都不會離婚，隨手回了一個 OK。沒想到才短短3年我就離婚了。離婚後我並沒有想去找裴周川，是他在網上看到周允柔公布我和顧月琳離婚信息後，第一時間找到我，讓我履行諾言。鬼使神差下，我答應跟他領證了。當初我告訴過顧月琳，看你要是不珍惜我的話，我前腳離婚，後腳就有富豪接手。當時他翻看了我跟裴周川的聊天記錄，完全沒放心上，反而對裴周川充滿了輕蔑。網上的騙子而已，也就你單純相信。我跟裴周川起先是從網上認識的，我會手語，他跟我學習手語，用來跟失散多年的外婆溝通。其實我跟他說了，裴周川不是騙子，他依然不信。如今人站在他面前了，他才後知後覺。手術大門打開，幾個醫生護士把我兒子從手術室推出，我跟裴周川忙過去接應。兒子已睜開眼，看到我滿臉擔心，懂事的他虛弱安慰我，媽咪別擔心，這樣會對你肚子裡的妹妹不好。看着他被貓抓傷的小臉，我心疼的眼淚止不住，握着他的手點了點頭。我跟隨醫生送兒子去 VIP 病房，裴周川吩咐助手報警，這個事必須深究。顧月琳如天，他搬僵在原地，他才意識到自己就是個笑話，不光沒了妻子，連兒子都沒有了。顧月琳不甘心，追過來，纯纯，我要跟你好好談談。裴周川怒不可遏，攔住他，一把推他後退靠牆。顧月琳來不及反應時，裴周川已如暴怒的獅子，掐住他衣領警告：這個事沒完，我不會讓你們顧家好過。走廊另外一頭出現醫生的呵斥聲，這是醫院，不許打架，影響病人休息。若不是醫生阻攔，裴周川的拳頭早落在顧月琳臉上。警察來了，把顧月琳和周允柔都帶回去調查。有2個警察來病房，對我和兒子做了筆錄。兒子情況稍微好點後，我交給保姆處理，跟隨裴周川帶着律師一起去警局處理周允柔傷害我兒子的事。顧月琳的律師也在警局，他死氣沉沉對警察說：我沒想傷害孩子。說到孩子，他還是難以相信不是他的。我覺得那就是我兒子，我只是作為父親把孩子接回家，並沒有傷害孩子的意思。周允柔附和：對，這些都是誤會。我從包裡拿出親子鑑定，摔顧月琳臉上，這是我兒子的親子鑑定，你別再自以為是了，你的孩子我早打了。顧月琳猛怔中撿起地上的親子報告，睜大眼睛細細查看，在看到與裴周川是父子關係時，他才徹底絕望了，腿軟的後退一步，瞬間紅了眼眶，寒心質問我為什麼要打掉我們的孩子，為什麼不通知我。我氣笑了，但也紅了眼尾，往顧月琳面前走近一步，盯着他冒火的黑眸，我也目光灼灼。為什麼？你說為什麼？你明知我懷孕了，還是因為周允柔一個荒謬的遊戲跟我離婚？3年了，你跟死了一樣，從沒聯繫我，一個電話一個信息都沒有。你一直都篤定我是你的舔狗，無論你做什麼，我都會無條件接受。在你顧月琳眼裡，我就是個沒自尊、卑賤如畜生的女人。所以你才能無視我的感受，明目張膽跟你所謂的青梅出軌。但是顧月琳，我是有脾氣的，我的愛是有底線的。對於你這種對感情不忠的男人，離婚是我的解脫。你憑什麼認為我會在原地等你？他淚光泛泛僵住，我哽咽了下，這番話壓在我心裡許久，如今痛快地說出來，就像堵在心口的石頭終於消失了。我從包裡掏出一段視頻錄像，交給警察。我去顧家時，胸口帶了真攝像頭，把周允柔和顧月琳對我兒子的經過拍下來。視頻裡我明確告知他們，
我兒子對貓和狗的毛過敏，两人無事，貓抓傷我兒子，他們阻止我，不讓我把兒子抱出來。我對警察說，證據確鑿，他们這樣刻意對我兒子造成嚴重的人身傷害，這個法律責任我一定要深究。裴周川補充，顧月嶺和周允柔去早教機構強制抱走了我兒子，這本身就是場違法搶奪、拐騙行為。警察核對證據，依法依規對顧月嶺和周允柔說，你們的行為確實違法了。依法依規，我們現在需要暫時拘留二位，具體的量刑等法院判。話落，不遠處傳來顧母不卑不亢的聲音：“警官，這個結論下早了吧？他久居高位，哪怕他兒子快要成為階下囚，他也依然從容不迫。帶來最有名的張律師。”我目光凌厲看向他，譏諷反問：“怎麼，顧女士這是在挑戰法律嗎？”他看我的眼神滿是濃濃的厭惡感，依然輕蔑不屑：“不就是想要錢嗎？說個數。”我覺得好笑的笑了笑，他依然高高在上的自以為是。離開顧家，你又找了個男人，養不起兒子了，就玩這種套路。呵呵，說個數，我就當家裡多養了條狗，損失點錢，無傷大雅。裴周川冷着臉往他面前一站，凜冽的目光盯着顧母，難怪顧月嶺像瘋狗一樣沒智商，原來是隨跟了。顧母不悅，眼神打量裴周川。裴周川從西裝口袋裡掏出一張名片，舉在他面前。顧太太認為我裴周川養不起兒子。顧母宛若五雷轟頂，驚得瞪大眼睛。裴周川，正是我。顧母懵了，萬萬沒想到我離婚找了個更厲害的男人。顧月嶺不知道裴周川是誰，但他知道裴家可是京都首富，而裴周川是獨子，前些年一直在國外打理海外生意，最近2年才回國打理生意，短短2-3年的時間就一家獨大，成為商圈人人想巴結合作的香饽饽。他也正有此意，讓顧月嶺跟裴家合作。剛才還高高在上，用鼻眼看我的他，現在像小丑一樣尷尬僵住。纯，婆婆突然來了，滿眼擔心直奔到我面前，她握着我的手，關心詢問：“你有沒有傷着？”我微微搖頭：“沒有。”媽，您怎麼回來了？她昨天去海城度假，沒想到這麼快就趕回來了。出了這麼大的事，我肯定要回來，不然一些阿貓阿狗不得逮着你欺負。她說這話的時候，眼神狠狠剜了顧母一眼，顧母頭不由得低了些，像貓在獅子面前忐忑拘束。她訕訕一笑，尷尬解釋：“不好意思，裴太太。”沒想到鬧了這麼大的誤會。婆婆轉臉正視她時，譏諷地冷哼了聲：“誤會，在我這可沒誤會一說。無論是誰欺負我兒媳婦，我都會讓她付出慘痛的代價。”婆婆說這話時，眼神裡充滿威脅，看了眼顧母，又看了眼顧月嶺。顧母臉色惶恐，驟然慌了神，看向我說好話：“對不起，裴太太，剛才是我失心瘋，之前也是我不對，希望你大人有大量，別跟我一般計較。”我心底一驚，很意外高高在上的顧母會對我如此卑微，我再次被裴家的權貴震撼。我唇邊揚起淡淡的譏諷，真沒想到有朝一日能看到你在我面前這麼卑微。她卑微的訕訕一笑，我繼續說，我平時是很寬容的，但是對你我很記仇。顧母臉上笑容僵住，我挽着婆婆的胳膊說：“媽，這個事交給律師處理，我先陪您回去。”裴周川再次叮囑律師：“這個事誰敢走後門，就是跟裴家作對。”顧母沒敢吭聲，身後滿是周允柔慌張卑微的哭聲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求求你們了，給我一次機會，我不想坐牢。阿姨，您幫幫我。後來顧母還是厚着臉皮攜帶厚禮登門道歉，希望能調解此事。顧月嶺是顧家集團唯一管事的人，他若是坐牢，不光公司業務沒人管，名聲也會受到很大影響。最主要的是，顧母怕裴家因為這個事報復顧家，所以為了把損失降到最少，顧母寧願喪失所有尊嚴，跪在裴家客廳卑躬屈膝，紅着眼睛哀求，只要裴家能放顧家一馬，讓我做什麼我都願意。婆婆端着高冷的臉睥睨她，我們家纯的說的算，能不能原諒你，那得看纯的意思。我坐在婆婆身邊，她握着我的手，溫柔地拍了拍，又對我笑了笑。結婚快3年，我們的關係親如母女，她對我比對裴周川更好，我一直受寵若驚。畢竟第一段婚姻，顧母瞧不起我，完全沒把我當人看。這段婚姻開始時，我同樣怕因為門不當戶不對，會讓豪門婆婆不喜歡我。沒想到婆婆對我很好，我也問過她，為什麼會對我這麼好，不嫌棄我的出身嗎？婆婆給我的回答是：我愛我的兒子，我只知道他跟你在一起非常幸福，你能讓他幸福。身為母親，我很感謝你，所以我願意愛屋及烏。你是我兒子愛的人，我不會做傷他心的事。他可是我這輩子唯一的兒子，從小捧在手心長大的。他打小就聰明，沒做過錯誤的決定，所以我相信他。顧母很震驚，我在裴家居然有如此高的地位，她像狗一樣跪在我面前哭求：裴夫人，
求求你，給我們顧家一次機會，只要你能消氣，無論讓我們做什麼，我都願意。我知道對於顧母這樣高傲的人，讓他跪在我面前說這番話，無異於讓他吞屈。我面無表情道，顧月嶺和周允柔觸犯的是法律，我兒子因為他們差點死了。顧太太，你高傲了一輩子，今天為了你兒子如此卑躬屈膝，身為母親為了兒子什麼都願意做，我也是母親，你覺得我會放過傷害我兒子的人嗎？他淚流滿面，猛猛給我磕頭，求求你了，我去坐牢都可以，求你了，我兒子不能坐牢。我讓保鏢送客，此後顧母每次來都會被趕走，後來他絕望了，沒再來過。裴周川動作很快，在官司還沒判下來時，就收買了顧家幾個大客戶和大股東。他用了很多人力物力，把顧月嶺置於死地。現在的顧家股東撤資，失去幾個大項目，搖搖欲墜。顧月嶺乾着急，卻沒辦法。3個月後開庭了，顧月嶺被判了有期徒刑2年，周允柔被判了有期徒刑4年。因為他是主謀，也是他硬把貓放我兒子懷裡。顧月嶺入獄的第2個月，顧氏集團徹底破產了，我平安生了女兒。裴周川和婆婆歡欣不已，對我更加好了，我們的日子比以前更幸福。在我以為這輩子都跟顧家人沒交集時，發瘋的顧母蹲點我，找到機會後，他持水果刀衝我刺來，賤人，都是你害了我兒子，害了顧家，去死吧！幸虧裴周川平時教過我一些防身術，我眼疾手快躲過他刺來的第1刀，並及時控制了他。我報警抓了他，他被判了有期徒刑3年。自这後，裴周川在我身邊又加了2倍的安保，沒再出現任何意外。5年後，我再次看到了顧月嶺，他在到處求爺爺告奶奶拉投資，要重振顧家家業。我跟裴周川帶2個孩子在餐廳吃飯，碰到了他。他見到我那一瞬，整個人是怔住的，眼神很複雜的盯着我看了很久。我並沒有多看他一眼，帶着孩子離開。他突然在我和裴周川身後大聲宣誓：裴周川，我失去的一切一定會拿回來，包括純純。我跟裴周川都沒有理會，這麼多年了，顧月嶺還是這麼自以為是。5年後重逢的那一幕，像一粒被遺忘的石子，投進我平靜無波的生活裡，只漾開一瞬微藍，便徹底歸於沉寂。我和裴周川的日子，依舊是歲月靜好的模樣。我那間小咖啡店早已開成了連鎖品牌，成了這座城市裡小有名氣的治癒空間。婆婆待我依舊如親女兒，每日變着花樣給我做滋補的湯，逢人便誇我是她最稱心的兒媳婦。連裴周川都偶爾吃醋，說自己在母親心裡的位置早就被我和2個孩子擠沒了。我以為顧月嶺那句狂妄的誓言，不過是他走投無路時的自我安慰，終究會被現實碾碎。可我沒想到，這個偏執到骨子裡的男人，真的把奪回一切當成了他人生唯一的目標。顧月嶺出獄後，顧家早已灰飛煙滅，曾經的豪宅被拍賣，豪車被抵債。顧母入獄後精神恍惚，出獄後便被送去了療養院，再也沒了當年的高傲跋扈。他從雲端跌入泥沼，嘗盡了世態炎涼。從前圍在他身邊的朋友、合作夥伴，全都對他避之不及。他睡過橋洞，啃過饅頭，做過最底層的苦力，卻從未放棄過心中那點扭曲的執念。他靠着一股狠勁，從最基礎的建材生意做起，坑蒙拐騙，投機取巧，只要能賺錢，他什麼都做。短短5年，他居然真的攢下了一筆不小的資本，成立了一家小型貿易公司。雖然遠不及當年的顧家，卻也在圈子裡勉強站穩了腳跟。而他做這一切的動力，自始至終都是我。他搜集了我所有的消息，知道我咖啡店開得紅火，知道我兒女雙全，知道我被裴周川寵成了公主，知道我過得比當年和他在一起時幸福100倍1000倍。每多知道一點，他心中的嫉妒和不甘就多一分，像藤蔓一樣瘋狂纏繞，勒得他喘不過氣。他始終想不明白，當年那個對他死心塌地、卑微到塵埃裡的林純，怎麼就頭也不回地嫁給了裴周川？怎麼就把他忘得一乾二淨？怎麼就過得如此光鮮亮麗？他把自己所有的不幸全都歸咎於我和裴周川，認定是我們毀了他的人生，毀了顧家。那天是念安的5歲生日，我和裴周川包下了遊樂園的親子場館，邀請了陳陽和念安的小夥伴，還有家裡的親戚朋友，熱熱鬧鬧的給女兒過生日。念安穿着公主裙，捧着蛋糕，笑得眉眼彎彎。陳陽站在妹妹身邊，細心地幫她擦去嘴角的奶油。裴周川攬着我的腰，低頭在我額頭印下一個溫柔的吻，眼底是化不開的寵溺。這溫馨美好的一幕被躲在人群外的顧月嶺盡收眼底，他死死盯着我和裴周川相握的手，盯着我們一家4口親密的模樣。憑什麼？憑什麼他跌落谷底，我卻能擁有如此圓滿的人生？憑什麼裴周川可以輕而易舉得到他夢寐以求的一切？憑什麼我可以如此絕情，徹底抹去他存在過的痕跡？嫉妒像毒藤，狠狠扎進他的心臟，讓他徹底失去了理智。生日宴接近尾聲，我去洗手間，剛走到僻靜的走廊拐角，一道黑影突然衝了出來，死死捂住了我的嘴，把我拽進了旁邊的消防通道。林純，你終於肯單獨見我了。他的聲音沙啞的像砂紙摩擦，眼底是偏執的狂熱。你看看你過得多好啊，
兒女雙全，丈夫疼愛，事業有成，你把所有的幸福都占了，那我呢？我算什麼？我用力掰開他的手，後退幾步，渾身冰冷。顧月林，你瘋了！這裡是公共場合，你馬上放我離開，不然我報警了。報警！他嗤笑一聲，步步緊逼。你覺得我還怕報警嗎？我早就什麼都沒有了。林純，3年前我來找你復婚，你說你結婚了，我不信。5年前你說你恨我，我也不信。我總覺得你是在跟我賭氣，是在欲擒故縱。可我看着你和裴周川恩恩愛愛，看着你的孩子一天天長大，看着你把我忘得干干淨淨，我才知道我就是个天大的笑話。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腕，你當初那麼愛我，為了我可以放棄一切，為什麼就不能再給我一次機會？為什麼要這麼狠心的對我？機會？我看着他扭曲的臉，只覺得荒謬又可笑，心底僅剩的一絲憐憫也消失殆盡。顧月林，我給過你無數次機會，3年前你為了周允柔的遊戲，毫不猶豫和我離婚，明知我懷孕卻3年不聞不問，那是我給你的最後一次機會，是你自己親手扔掉的。周允柔那個女人，她就是個騙子！顧月林激動地大吼。我後來才知道，她從頭到尾都在利用我，她故意挑撥我們的關係，故意讓我和你離婚，她就是想霸佔顧家的財產。我錯了，純純，我真的知道錯了，你原諒我好不好？我可以把我現在擁有的一切都給你，我可以重新對你好，比裴周川對你還好，我們回到從前，好不好？他的語氣帶着卑微的祈求，眼神卻依舊偏執。念安和陳陽，我也會把他們當成親生的孩子，我們一家4口像現在這樣幸福，好不好？我用力甩開他的手，眼神冰冷刺骨。顧月林，你醒醒吧，我們之間早在3年前，你轉身去陪周允柔的那一刻就徹底結束了。我現在的丈夫是裴周川，我的孩子是他的，我的家也是他給的，你永遠都不可能再走進我的生活。你所謂的後悔，不過是因為你過得不好，不過是因為你看到我過得太幸福，心裡不平衡罷了。你從來沒有真正愛過我，你愛的從來都是那個對你死心塌地、任你拿捏的林純，愛的是你自己的面子和驕傲。我的話像一把尖刀，狠狠扎進顧月嶺的心臟，他臉色慘白，踉蹌着後退幾步，眼神從祈求變成絕望，又從絕望變成瘋狂。我不信，我不信你一點都不愛我了。他突然從口袋裡掏出一把水果刀，刀刃在昏暗的燈光下閃着寒光。林純，你不跟我走，我就毀了你現在擁有的一切，我得不到的，裴周川也別想得到。我看着他手裡的刀，心臟驟然收緊，卻沒有絲毫畏懼。這些年裴周川教我的防身術，還有身邊隨時待命的安保，讓我知道我早已不是當年那個任人欺負、孤立無援的弱女子。顧月林，你敢？我冷冷開口，聲音平靜卻帶着不容置疑的力量。你動我一下，裴周川會讓你徹底從這個世界上消失，你好不容易攢下的那點家業會瞬間化為烏有，你母親在療養院也會因為你永無寧日。你以為你拿着一把刀就能威脅到我，就能奪回你想要的一切？你太天真了。就在這時，消防通道的門被猛地推開，裴周川帶着安保和警察衝了進來。他一眼就看到了被顧月林挾持的我，臉色瞬間沉得可怕，周身散發着駭人的戾氣。顧月林，放開他！裴周川的聲音冷得像冰。顧月林看到裴周川，眼中的瘋狂更甚，他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，歇斯底里的大吼：裴周川，你別過來，你把林純還給我，不然我就殺了他。裴周川停下腳步，眼神死死盯着顧月林，語氣卻溫柔地看向我：純純，別怕，我在。僅僅6個字，就讓我瞬間安心。我趁着顧月林分神的瞬間，彎腰低頭，用裴周川教我的招式，狠狠撞向他的小腹，同時抬手打掉了他手裡的刀。顧月林吃痛，重心不穩，踉蹌着後退。安保立刻衝上去，死死把他按在地上，刀刃落地，發出清脆的聲響，也徹底擊碎了顧月林最後的執念。他被按在地上，動彈不得，卻依舊瘋狂地嘶吼着我的名字：林純，你為什麼不等等我？為什麼要嫁給別人？為什麼要過得這麼幸福？因為我值得。我站在裴周川身邊，被他緊緊護在懷裡，看着地上狼狽不堪的顧月林，語氣平靜無波：顧月林，我值得被人捧在手心，值得被人真心對待，值得擁有幸福的生活，而這些你從來都給不了我。你永遠都不會明白，愛不是佔有，不是偏執，不是自以為是，而是尊重，是珍惜，是把對方放在心尖上疼。你這輩子都學不會怎麼去愛一個人。警察上前給顧月林戴上手銬，他掙扎着，嘶吼着，像一頭被困在牢籠裡的野獸，最終還是被拖了出去。那道偏執的身影徹底消失在了我的視線裡。裴周川緊緊抱住我，低頭檢查我的脖子，聲音帶着後怕的顫抖：有沒有受傷？嚇到了是不是？都怪我，沒看好你，
我靠在他懷裡，搖了搖頭，眼眶微微泛紅。我沒事，有你在，我什麼都不怕。後來，顧月嶺因非法拘禁、持刀威脅多項罪名，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。這一次，他再也沒有翻身的機會。他的公司破產，負債累累，徹底淪為了階下囚。顧母在療養院得知消息後，徹底精神崩潰，再也認不得人，整日渾渾噩噩，念叨着顧家沒了，兒子沒了，曾經的豪門貴婦，最終落得如此下場，也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。周允柔刑滿釋放後，在社會上寸步難行，他想重操舊業，靠依附男人過日子，卻因為名聲太臭，沒人敢收留他，最終只能流落街頭，消失在了這座城市裡。那些作惡的人，終究都得到了應有的懲罰。而我依舊過着我的小日子，咖啡店的生意越來越好。陳陽考上了重点小學，念安成了幼兒園裡最受歡迎的小寶貝。婆婆身體健康，整日帶着2個孩子玩樂。裴周川依舊把我寵成公主，記得我所有的喜好，包容我所有的小脾氣。閒暇時，我會帶着家人去旅行，看遍山河湖海，會坐在咖啡店裡，看着窗外人來人往，喝一杯自己親手做的咖啡，享受歲月靜好。會陪着孩子長大，陪着愛人變老，把日子過成詩。夕陽西下，金色的餘暉灑在客廳裡。裴周川從身後抱住我，下巴抵在我的髮頂，輕聲說：“老婆，這輩子我會一直陪着你，護着你，直到永遠。”我回頭吻上他的唇，笑意溫柔。好，我們永遠在一起。陳陽和念安在地毯上玩耍，笑聲清脆。婆婆在廚房準備着晚餐，香氣四溢。這世間最好的幸福不過如此。而那些偏執的、瘋狂的、不堪的過往，終究會被時光掩埋，再也不會掀起一絲風浪。